准备好被骂醒了吗？这是一期给16人格针对性的警告，请务必存一下。基于上期分析的不同人格更容易陷入的 fixation， 也就是对某种状态的癖或异常依恋，没了解过的也可以补一补课。话说在前面啊，这不是在算命，不是在算命，不是在算命，更不是在来测你到底是符合哪个人格，这是给你这个人格针对性的长期建议和警告。哪怕你现在没有感同身受，也可以记在心里。ESTP， 你总觉得自己的身体自己做主，不该有什么去阻碍你做自己想做的事，这并没什么错。但你知道吗？你不像你以为的那样，真的能够承担所有行动的结果。很多事情也不是过去了，它就再也不会来了。你如果过度追求主权，最后反而会被逼到悬崖，毫无权利可言。ENTP， 你总在表达自己个人观点的时候无拘无束，享受这种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自由的思想交流。但你知道吗？你比你想象的更需要他人的接纳，更需要与他人观点的碰撞。当你不考虑他人去输出自己观点的时候，你会渐渐逼走别人，会让别人对你产生很多先入为主的偏见。你如果过度追求表达的自由，最后反而会发现自己无论怎么表达都深陷于不被理解当中。ESFP， 你总觉得享受自己是最重要的，于是不断投身于自己喜欢的体验，想吃什么就吃，想喝什么就喝，想做什么就做。但你知道吗？你不像你自己以为的那样张弛有度、游刃有余，走在一条尚可持续的道路上，你在渐渐堆积未来的压力啊。总有一天它会压垮你的身体或你的生活。你如果过度追求享受自己，最后反而会发现自己不得不直面巨大的压力和痛苦，到时候不会有任何享受可言。ENFP， 你总觉得自己应该尽情地展现自己的能力和魅力，于是你不断表达，寻求肯定和喜爱，逃避否定和拒绝。所以当一个环境不够好的时候，你很容易想要撤离，换一个新的地方，换一个新的人。但你知道吗？没有一个环境是完美的，总有更绿的田野，更香的草。如果你过度追求展现完全的自己，最后反而会因为缺乏沉淀和成长，彻底浪费了自己的天赋和热情。ESFJ， 你总觉得人与人就是要有良好的关系，想让所有的人都舒服满意，也推动大家朝着这方面去做。但你知道吗？个人批判的声音在这个过程中会被淹没，不仅是他人的，也包括你自己的真实的声音。这些被压抑的声音会在沉默中给关系带来更大的裂痕。你如果过度追求和谐的关系，最后反而会发现，在不明不白中，大家的关系变得僵硬和表面，甚至疏远。ENFJ， 你总觉得大家都需要有良好的情感体验，总是把大家的情感朝着积极的方向去引导。你甚至可以为此而周密的安排设计好一切。但你知道吗？这些有明确指向性的引导和安排，可能让人感到你在居高临下的规划他们，甚至操控他们。哪怕你展现出最温和友善的态度，也无济于事。你如果过度追求去带来积极的情感，最后反而会因此滋生他人的戒备，甚至是敌意。ESTJ， 你总觉得已经安排好了，时间计划就要严格的推行，确保事情在控制之中，把每个单元的时间都最有效的利用。但你知道吗？有很多人和事是需要灵活的空间的，时间表并不总是最重要的参照物。你如果过度坚持细致严苛的日程安排，最后反而会导致目标低质量的达成，甚至失败。ENTJ， 你总觉得不只是事情，人也可以被当成是一种资源去衡量和调配，习惯于以此去权衡利弊价值。但你知道吗？信念和热情一样会产生巨大的能量，同时也有人不喜欢自己的价值被你这样衡量。你如果过度把人当成资源去对待，最后反而会导致他们不离开你则已，一旦离开你，你就会彻底失去他们。ISFP，你总觉得自己做自己已经很不错了，顺从自己的心意是最重要的，习惯于去接纳自己的缺点和不足，欣赏这个有瑕疵但也有个性的自己。但你知道吗？为了逃避压力而缩回舒适区，能让你内心活得宁静，没错。
但外面的世界不会有任何改变。你如果过度纵容自己去接纳自己，最后随着外界压力的积累，会越来越难找到接纳自己的借口。INFP， 你总觉得听从内心的信念就不会走错，无论如何啊，至少坚持自己去做自己深感正确的事情。但你知道吗？个人的感觉也是可以骗人的。你如果过度看重自己心中正确的感觉，最后反而会以他的名义啊，去正当化很多糟糕的行为和结果。ISTP， 你总觉得自己在用眼前最好的方法去解决问题、处理事情，你坚信自己的能力足够做到你想做的，他人的建议不如你自己想的全面。但你知道吗？正是那些让你感到不理解的建议，恰恰最能促进你的成长。你如果过度维护自己的胜任感，最后反而会因此而止步不前，变得越来越无能，以至于无法胜任任何事情。INTP， 你总觉得自己在中立客观的分辨信息，需要真的在逻辑上站得住脚，经得起你已经建立的理解框架的考验，才接受一个观点。但你知道吗？你的理解框架也并不能去理解一切。你如果过度依赖自己的理解框架，最后反而会错过真正能开拓你视野、完善你理解框架的信息。ISFJ， 你总觉得大家相安无事是最好的，稍微退一步也无妨。不要因为自己而让谁不开心，特别不要引发冲突。但你知道吗？确实，尖锐的观点容易引发冲突，不过表达的匮乏一样会引发冲突。你如果过度的避免让人不开心，最后反而会因为显得不够真实而引发更多的猜疑，甚至带来你恰恰最想逃避的冲突。INFJ， 你总觉得自己要为他人的感受负责，在外建立起一个温柔但是强大的形象，去包容、去接纳、安抚身边的人。但你知道吗？没人能强大到独自承受和消化所有他人的负面情感。你如果过度撑着这个温柔强大的形象，最后反而会因为过载而崩溃，而一旦崩溃，就如决堤的河水，一发不可收拾。ISTJ， 你总觉得个人的情感是累赘，所以能藏则藏，能压就压，不让自己的软弱啊、痛苦啊占了上风啊，耽误该做的事情。但你知道吗？被压抑的情感，你猜会不会消失？你如果过度的克制自己的情感和自己人性中软弱的部分，最后反而会因为积压太多，在内部不知不觉影响着你，甚至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下，耽误你正常的决策和生活。INTJ， 你不希望受任何东西所致，所以希望一切在你的预期之内，避免自己去陷入任何会影响自己的关系，避免自己激发出自己都不能完全控制的情感。但你知道吗？你比别人甚至自己以为的都有更深刻的情感需求。你如果过度避开一切不可控的因素，最后反而会被自己负面的情感所吞噬，陷入到深深的孤独之中。非常建议大家存一下这些警告。如果真的遇到问题或者纠结，可以来这里找找破局的灵感。最后再说一遍，这些不是拿来给你判断自己是什么人格的，也不是说你是这个人格就必定会遇到这些问题。你可以把它们理解为基于人格类型理论的16句警告，对应的人格有更大概率面对警告中的问题，但后天环境、经历等不同因素的影响，完全有可能，比如让一个 INFP反而陷入了 ISTJ 常见的问题。这里刷刷 MBTI 你来问，刷来答。想我还没有更新这期的问答环节，不说了，写稿去了，下期见，拜拜。